有德国媒体宣称，德国企业向解放军违规出售军用发动机，此举违反了欧洲武器出口禁令，有必要切断对解放军的发动机供应。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某些西方媒体总喜欢炮制一些和中国相关的谣言，刻意制造本就不存在的话题，对中国进行抹黑造谣。类似这样的事儿于今天来说已经屡见不鲜。这两天又有德国知名媒体德国之声爆出了这样一条消息，说的是中国海军主力驱逐舰的动力系统大量使用了德国公司制造的发动机技术，此种做法逃避或是绕开了出口管制禁令，属于违法行为，并且还爆出了参与到这一项目当中的德国公司具体名字。看似说的头头是道，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最后的结果却是闹洋相收场。别说是使用德国制造的舰船核心发动机，如今的中国海军能不能看上德国公司在此方面的技术都还两说。按照德国媒体的说法，德国知名企业巨头戴姆勒奔驰集团下属的 MTU 公司和大众集团下属的法国分公司涉嫌向中国海军现役的主力 052D 型驱逐舰提供核心发动机技术。还有消息称， MTU 公司不光供应解放军水面主力舰的发动机，还为解放军的常规动力潜艇也提供动力部件技术。面对德国媒体的发声指责，最先站出来否认澄清的自然就是两家当事的德国公司自己。上述两家德国公司的发言人均表示，相关产品的出口一直遵守武器出口管制规定，所有涉及到与解放军有关联的情况已经全部公开记录在案，更没有与解放军签订长期合作合同，提供大型水面主力舰发动机一说。至于潜艇发动机，那更是纯属空谈。MTU 公司直接表示，连生产线都关停了好些年了，现在哪儿来的现成潜艇发动机可卖，纯属子虚乌有。在两家公司的回应传来之后，德国媒体这边却依旧不买账，口口声声继续指责德制发动机属于军民两用产品，一些企业可以用民用产品的幌子将军用发动机悄悄出口，不需要相关的军用产品出口许可证。类似这样的模棱两可和边界模糊的出口管制，使得欧洲武器出口禁令在执行过程中时常形同虚设。那么事实果真就像德国媒体所说的这样吗？虎哥得说一句，这次恐怕是德国媒体自己想多了。近些年来，中国在造船能力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堪称举世无双。现如今的中国已经稳坐全球第一大造船大国宝座，独立完整地掌握着各类大型舰只、特种舰船的建造流程和工艺工法，在国际造船领域堪称尖端技术的7轴5联动数控机床已经完全实现了自主国产，上至40万吨级的超大油轮，下至10万吨级的超级航母，没有凭这台机床搞不定的制造工艺。全球最大的舰船螺旋桨同样也是来自于中国制造。德国媒体拿出来说事儿的舰船发动机领域，实际上也是中国造船业的强项之一。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中国海军的各类新造舰艇已经全面换装了强劲的中国芯，并且中国制造的各类型舰船发动机还在走向世界。譬如说，之前俄罗斯海军就从中国订购了一批柴油发动机，拿回去给自家的新造护卫舰装上，后续试用反馈良好，表示还会追加订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德国自身造船业在近些年来的各种丑闻不断。全新建造的 F125 型护卫舰因为质量问题不达标，被德国海军直接拒绝接收。早些年间曾一度畅销全球的德国常规潜艇，近些年来也步入低谷，进入了一个叫好不叫座的销售淡季。德国自身的造船业在不断衰落，而德国媒体却选择无视这一切，强行说中国海军舰艇上使用了德国进口的发动机和技术，这自信心未免也太爆棚了点。暂且不说你们本身就不卖这些东西，就算是来上门推销，解放军看不看得上你们这些技术都还两说。
总拿过去的眼光看待今天的中国，又怎能得出正确的结果？这是相当一部分西方媒体都有的怪病。真要说 MTU 的产品，解放军早些年间确实也参照过，譬如说我国陆军 99A 主战坦克上使用的1500马力国产动力包，就是根据当初从欧洲获得的 MTU-1500 动力包民用版本进行逆向工程仿制，并进行了后续一系列国产技术升级后的最终产物。不过这都已经是10多年前的老黄历了。部分欧洲媒体自以为是地觉得过去发生的事儿今天还会再发生，这种想法本身就很荒唐可笑。过度自负地无视中国急速发展的进程，只凭主观臆测就能如此这般往下结论，相信类似的闹洋相事件对于这部分西方媒体而言也必定不会是最后一次。